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最近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军事委员会视讯会议中呢，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理查德·克拉克将军披露，美军正在构想建立第一支在亚太地区活动的联合特遣部队。这个特遣部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开展信息战，捕捉中国的远程导弹，并且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发起攻击，以挫败中国军队使用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和瘫痪美国航母以及驻亚太地区的美军基地的意图。那么他这个设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派出特种兵深入到中国的腹地，来摧毁中国火箭军的东风导弹发射基地。很多人认为美国这位将军的这个建议是智障的表现，是吧？完全没有脑子。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那么他是否能够通过组建一支特种兵部队来执行这么一个使命任务呢？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在反舰导弹的技术发展方面，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对付航空母舰，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方法，有空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有舰载的反舰导弹，也有潜射的反舰导弹，当然还有中国独门的武器系统，那就是反舰弹道导弹。美军实际上对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非常忌惮，因为这样的武器系统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美国没有，俄罗斯没有。那么怎么在对付这样的先进武器系统，一直是美军感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前些年他们曾经设想过用远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深入到中国的沿海甚至腹地，对我们的导弹基地发动攻击，从而呢减轻它的压力。其做法呢，当时提出来用正在试验的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进行起飞降落的 X-47B 改成这么一种武器系统。X-47B 携带2枚炸弹的最远作战半径据说能够达到2000公里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它大大的超过了美军舰载作战飞机，包括 FA-18EF 以及 F-35B 的作战半径。美军的舰载作战飞机目前最大的作战半径大概在1000多公里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要想够到中国大陆边缘，难度非常大，因为当时他们预测中国的东风21D 的最远射程可以到1500公里，那么出动舰载机要想对我们的导弹基地发动攻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因为美军的航母编队必须距离中国大陆1500公里以外，才有可能保证他自己的安全。那么如果改装出来的无人战机作战半径能到2000公里，那么它可以深入中国大陆500公里。这个想法刚刚提出，马上就黄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国庆阅兵中展示了一款射程更远的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6，射程起码到4000公里。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包括有人驾驶的还是无人驾驶的，它的作战半径无论如何都到不了4000公里，或者是4500公里。那么显然用这样的办法是不可行的。最终呢，美国放弃了这么一个设想。那么现在他就又提出来派特种部队来执行这么一个使命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就能够深入中国的腹地来执行这样的任务吗？它的运载平台是什么？如果派远程的运输机让他们空投到中国大陆，显然这样的办法行不通，因为运输机的目标很大，飞行速度很低，很容易被中国的战斗机和地面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所击落。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呢，那就是派出核潜艇潜入到中国沿海地区啊，然后呢，让这些特种部队悄悄的登陆，然后深入中国的沿海地区执行这么一个任务。这个想法行得通吗？美军一旦登陆，那么很容易就被我们的老百姓发现了。这个一旦发现，这么几十个、上百个美国特种部队，它的生存能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结果呢，不是被俘，就是被我们歼灭。那么，如果美国的特战部队换人种不用白人、黑人，而是用亚裔面孔的这些士兵，比如说这个华裔、韩裔、日裔这些人作为特种部队的主力，那么上岸之后呢，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把他们和普通中国人区分开来。那么他是否就能够执行这样的使命任务呢？恐怕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举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当局一直在叫嚣反攻大陆，在此过程中呢，他们派出了多批潜伏特务，企图呢登陆，然后进行相应的所谓的煽动，但是这些行动没有一次能够成功登陆不久，马上就被我们的民兵和解放军包围了、歼灭了。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战法，几十年前行不通，现在和未来更行不通。美国人要想对付中国的远程弹道导弹基地，恐怕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种好的办法。但是这次提出的所谓新战法，尽管过去已经被证明行不通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视它这么一个设想。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因此，我们也需要做好相应的作战准备。一旦美军实施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发现他的登陆行动，并且呢对他们实施围剿，让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可以这么讲，在台海地区，无论美军现在想出什么样的办法和措施，最终呢，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面前，恐怕他所有的阴谋和计划都很难得逞。但关键是我们要做好相应的准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